海贼王里那些每次登场时的迷惑行为，大佬们的每一次登场往往是各不相同。不过还有一些人的每次登场都保持同一种风格，但却细水长流，有一种奇特的仪式感。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都在摆 pose， 一直以来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虽然不是同一时间，但是同一地点，熟悉的房间，熟悉的那套沙发。而且吴老星每次集体登场时摆 pose 的构图颇为和谐，姿势足够优雅，乍一看还以为是老年模特团。而且看样子他们内部似乎有2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个是每次登场必须得有人站着，吴老星对应火水木金土星，也正好是周2到周65个曜日，那他们老哥5个就轮着站吧，周天休息，周一跪着。不过最直观的原因是沙发不够坐，谁先到办公室谁先坐，挤在一起构图就不优雅了。但世界政府随手几个亿的悬赏令随便发，这么大的房间却不舍得多买2组沙发。第2个规矩，他们每个人坐哪好像都有讲究，大多时候财务武神和法务武神这俩是坐中间的 C 位长沙发上，他俩身边经常站着老是抢不到座位的环境武神，而农务武神和防卫武神则是分坐2侧，有时候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基本上搞得跟他们各自的专座一样。在吴老星拜见一母之前，环境星和防卫星这俩人最奇葩，其他3个有时候坐有时候站的，他俩一直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当时就感觉这俩人真怪，一个坐不下去，一个站不起来。而吴老星站着的数量也代表海贼王完结的进度，比如吴老星初登场的时候只有1个人站着，从水之都到顶上战争阶段都是2个人站着，2年后基本上都是3个人站着。从世界会议篇，吴老星已经开始全站起来了，这个推论乍一听很扯淡，但仔细一想非常有道理，毕竟5个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就说明要打终极一战了，可不代表快完结了。然后是布兰纽的每次登场，他每次登场必然在开会，所以人送外号海军金牌讲师， PPT 果实能力者，开会王，从2年前开到2年后，从动漫开到剧场版。斯摩格当时升准将的时候，还是吴老星把打败克洛克达尔的功劳算在了海军头上，强行嘉奖所得。而开会王只需要开会就可以从少佐升职到准将，所以在开会王公布4皇悬赏金的时候，赤犬半道闯进来了。赤犬表示行了，这回别开了，再开几次怕是要骑在我头上了。不过布兰纽有一次登场是出现在顶上战争末尾，给战国汇报推进程的情况，而且头上还缠了绷带，连开会王都上战场了，可见顶上战争海军算是掏光了家底儿。不过由于并没有开会王的战斗画面，所以开会王的绷带可能只是因为领导都缠了，自己身上不缠点说不过去，也可能只是为了骗医保。当然开会王的登场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只要他一登场，那就说明这一话的消息会很炸裂，不是大事件就是悬赏金。然后是 CP0 3人组每次登场好像都在搞什么前卫的时装舞会。 CP0 3人组首次登场在德岛，当时第一眼觉得真的挺帅的，毕竟这穿搭好像有点超前了，但同时也足够沙雕，毕竟 CP0 是个谍报机构，这哥仨穿成这样还光明正大的走在街上，且不说这样能不能查到什么情报，自己的行踪先被人给拿捏了。当时罗看到 CP0 就说 CP0 一旦出动一般没什么好事儿，看吧，罗他们就聪明多了，搞地下工作不能太嚣张。在鬼岛 CP0 就这身打扮到处抓罗宾，这一点 CP9 就很懂，等完成任务了再拽起来也为时不晚。所以 CP0 犯了干 CP 的2大忌讳，一个是足够嚣张，还有一个就是让六世铁块现实返场。不过 CP0 这企业文化似乎也不是1年2年了，从大妈小时候他们这个部门就这样穿。当然世界政府也不止一次有类似的操作，比如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押送机密文件的机密船，怪不得福兹福押送的尼卡果实能被红发截胡，这就合理多了。一些海贼团奇特的企业文化，当提到一个海贼团的时候，如果你能记得点他们什么，那说明这个海贼团的企业文化是搞得非常成功的。罗就非常注重这一方面的建设，罗团的一大特色就他们的团服，这算是海贼王里的一股清流。虽然草帽团在剧场版里也有自己的团服，但罗团成员几乎是到哪儿都一直穿着团服，款式是简洁的连体工装，贝波呢就是橘黄色款，其他人是白色款。罗团的团服真的还挺好看挺可爱的，和大多海贼团必有骷髅骨头元素的标志不一样，罗团设计的那个纪念克拉松的笑脸标志充斥在罗团的各个角落，而别人都用船，罗就跟他们不一样，用潜艇，所以罗团比草帽团更不像个海贼，倒是更像一支特工队或者是医疗班的企业文化。说到笑脸标志，罗团和民歌团颇为相似，民歌团的文化也很独特，他们并不以海贼团命名，而是堂吉诃德家族。民歌说他们是家人，而这些干部被打败之前也异常忠于民歌。不管怎么说，这种关系还是非常闪耀的。而民歌团最亮丽的企业文化就是猛男烧粉配色了，也正因为民歌的代表动物是火烈鸟，所以他的船真的就是一只粉红火烈鸟。作为反派，民歌居然用这种卡哇伊的配色和战舰，所以民歌团的文化也许不是最帅的，但一定是最骚的。然后是罗杰儿童收容院，罗杰团堪称是一路都在收小孩，巅峰时期恨不得船上一半成员都是小孩，比如小时候的红发和巴基，童年时期的猫蝮蛇和犬来，还有桃之助和光月日和。而这种企业文化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多年之后，红发也在宝箱中捡到了一个小孩，
他好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红发也收留了这个小孩，并当成女儿，就是乌塔。又过了很多年，草帽团船上也有了一个看似是个小孩的小孩桃之助，只不过这一次的小孩很该死就对了。当然罗杰团传承下来的还有草帽文化，也就是自由、欢乐、宴会以及伙伴模式的冒险文化。区别于大多数海贼团，罗杰、红发、路飞这3个团的气质就非常像。百兽海贼团，海老师似乎有一种致力于把鬼岛打造成侏罗纪公园加动物园的强迫症。3灾6子大多是龙龙果实之外，其他的也基本上都是人造果实搞出来的缝合怪，这就导致百兽团堪称是群魔乱舞，长得都非常随机。不过当初在罗介绍百兽海贼团有500多名人造动物系能力者的时候，原本都困了的路飞立刻对这种奇奇怪怪的海贼团来了兴致。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原来百兽海贼团的企业文化并不只是动物园，还有令人尊敬的传道授业解惑，因为他们实在是教的太多了。白胡子海贼团和大妈海贼团这俩的企业文化表面上看有些相似，一个是疯狂收儿子，一个是疯狂生孩子，都是家族关系，实际上却差别很大。白胡子的出发点非常纯粹，都是收的无家可归的孤儿，所以白胡子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他的 One Piece， 那就是家人。而大妈受童年影响，有着非常狂热且怪异的收集爱好，然后以血缘为纽带去维系收集各个种族，那就只能是每一样都生几个了。所以大妈团的人很多长得也比较随机。大妈的万国理想虽然看起来很美好，不过跑偏的也很严重。大妈团很多地方倒是和凯多团比较像，一个都是动物系果实团，一个都是超人系跟食物有关的果实团，可谓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黑胡子海贼团，黑团的企业文化，就哪一天黑胡子被自己人给背刺了都不觉得奇怪，毕竟本身就是靠掠夺别人的恶魔果实，外加招收罪犯起家的，几乎没有什么道德门槛。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黑团远比以上那些海贼团更像海贼。洛克斯海贼团，这堪称是海贼里的黄埔军校。洛克斯海贼团出来的人，不仅是在那之后都是大海上的超级海贼，只是在组建当初就都已经是大佬了。白胡子、金狮子、凯多、大妈、银斧、王直、约翰船长等一众强者，这种全明星的企业文化听起来就是很酷的。当然从白胡子的话中感觉这个豪华阵容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厚羁绊，战力配置倒是拉到顶配，企业文化却异常脆弱，不仅是远不如前面的那些团体，即便是为了强而强，甚至也不如黑团靠存亡和利益聚到一起那种的深厚。所以这样一个传奇海贼团最终止步于神之谷。草帽一伙个个都是抢手货，在这片大海上想要成为一方霸主，船长不光是要当猎头挖墙脚，甚至当着其他船长的面挖人的事儿都屡见不鲜。而草帽团有这帮神人在，也少不了因为各种原因被其他势力各种觊觎。一直以来草帽团里被抢的最稳定的就是罗宾了，从2年前司法岛 CP9 到和之国 CP0， 从这20多年罗宾的颠沛流离，再到和之国之后，罗宾的赏金从 1.3 亿飙升到 9.3 亿，就可见世界政府对于追捕罗宾的狂热态度。毕竟一个最终能解释世界真相的人，对于不同势力来说是巨大的利益，也是巨大的威胁。以前有人问四皇对罗宾为什么没有兴趣，现在来看那兴趣是相当大。大妈跟凯多说，不管你要杀多少人，都要把罗宾留活口。而黑色玛利亚点名让山治把罗宾叫来，显然凯麻联盟对抢下罗宾的目标是一致的。之前猫蝮蛇犬蓝也担心这一点，但罗宾却很安心，因为过往证明，谁要敢抢草帽团的人，路飞就要带领草帽团去拼命了。索隆在草帽团里一直很稳定，不过这并不代表索隆不抢手，反而在加入草帽团之前，老沙的巴洛克工作社就派了一个 Mr. 7去招募索隆，毕竟索隆的名声在那个时候就响彻东海了，老沙也需要能打的海贼猎人开展业务。只不过索隆非常刁甩甩的说，让他当老大他就去，然后一言不合就把老沙的使者给砍了。之后索隆一跟巴洛克社的人提到这事儿的时候，还略带一丝嘲弄的意味。山治作为厨师，决定一传人存亡的职位之一，何况山治这种顶尖厨子。不过山治的抢手程度倒还不全是因为做饭，第一次是在人妖岛成为新宠，和路飞在女儿岛抢手程度有的一拼。第二次说好听点是家里有矿回家继承家业，实际上是大妈单方面吞并，从而引发了草帽团大闹万国。不过山治秒杀了大妈团的一众厨子，做出了大妈吃过最好吃的蛋糕。还好大妈当时吃迷糊了，草帽团也及时撤退，不然山治这个厨子大妈非留不可。航海王娜美抢手程度和罗宾不相上下，打小就展露了航海方面的才能，然后阿龙就强迫其为自己画海图，娜美这一画就是8年。后来也是因为能预测天气的能力，金狮子又登门拜访，然后趁其不备直接就是明抢。当然除了航海才能，娜美性感的外表加上艳照级别的悬赏令，一路上也不缺追求者，尤其是恐怖3帆船被阿布萨罗姆抢了一路。不得不说，其实娜美平时并不是胆小成性，而是被这些变态抢怕了。乔巴，要说乔巴有多抢手，乔巴刚登场没多久就差点被2个人给撕烂。没错，正是路飞和山治。毕竟一个能当储备粮的会说话的毛茸茸宠物，谁见了都稀罕。正儿八经的是，在和分曹头玩海盗游戏的时候，分曹头赢了第一局，第一个要的船员就是乔巴，因为太可爱了，那个波尔奇非常喜欢乔巴。之后乔巴被赢回来了，但后来又输过去了，最后把罗宾、乔巴都赢回来了。期间波尔奇一直追着乔巴，想跟乔巴贴贴。
布鲁克90岁的老骨头还有人要吗？有，四皇大妈可稀罕布鲁克了，因为布鲁克也算是个奇珍异兽，大妈最好这一口，拿在手里一顿把玩，而且还爱不释手的抱着布鲁克睡觉。估计大妈的那些老公都没这待遇，也就是布鲁克没有作案工具，不然草帽团里高低得多几个孩子。弗兰奇也是早早就有2个能吹一辈子的事儿了，一个是曾经收到过罗杰海贼团的邀请，还有就是冥王图纸，也是 CP 的重点抢夺目标。另外，因为弗兰奇会被小孩子们当作是机器人，很受欢迎，他又会哄小孩子，所以在冰花岛面对那些巨大孩子的时候，弗兰奇还真的是像个非常抢手的 AI 机器人玩具。慎平作为元气乌海，背后是愚人岛，也算是个很特殊的地盘，家里还有只海王，就这条件不抢手就怪了。虽然路飞早早就开口占了慎平，但大妈比路飞更早，所以之后的抢人大战就在路飞和大妈之间展开了。当时路飞跟慎平说，你的船长已经是我了，还真是很霸道总裁呢。当然慎平自然是很坚定的选择了路飞。路飞本人倒不是抢不抢手的问题了，因为路飞很抢手这句话本来就比较违和。凯多当时要真把路飞招进来，那就不是招了个小弟，分明是招了个老大。毕竟路飞曾经还让大妈海贼团跟着他干。不过凯多这样的当初试图对路飞留着不杀，日后重用，也堪称是海贼梦想家了。还有一个乌索普，为什么最后一个说乌索普？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抢手和其他人还真不一样。别人都是拿来吧你这种物理抢手，但唯独乌索普是精神上的，因为神怎么能叫抢手？显然是人人都抢着对其崇拜。不过粉碎性骨折的乌索普被海尔丁扯着的时候，那确实有点物理抢手了。所以原本以为草帽一伙都是一群没人要的苦孩子，结果都是手慢了都抢不到的人气王。海贼王大佬们首次登场时的奇怪癖好，大佬们在战场上往往给人一种正经的压迫感，不过很多强者往往也有着奇奇怪怪的作风，在他们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就给人感觉这个大佬很会整活。雷利首次登场是在巴基的回忆里，但后面正式登场的时候是被关在牢笼里，手上戴着手铐，再配上罗杰海贼团副船长的字幕，顿时感觉这老爷子在搞什么操作呀。在小小的释放了霸王色救了凯米后，雷利不慌不忙的喝酒，还坦言自己最喜欢年轻姑娘。雷利倒还挺坦诚，老爷子喜欢赌博，没钱了就用出自己把自己卖给人贩子的牛逼操作，还顺带能敲诈买家一笔。不得不说雷利这还挺会玩。白胡子登场的时候，身边有几个穿着豹纹长筒靴、粉红连衣裙的性感护士，他们是专门照顾白胡子的护士团，而且是白胡子让他们这样穿的。原来强如白胡子也好这一口。当有人问到这些护士为什么不见了的时候，尾田居然还正经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顶上战争之前，白胡子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解散了美女医疗队。白胡子一直有这个爱好，也难怪豹纹穿搭的妹斯巴金一直碰瓷儿自己年轻时是白胡子的情人了。麦哲伦首次登场的时候，一只手捂着肚子，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并说到又经历了一场恶战，坦言更想待在黑暗的房间里，因为他一天10个小时都在厕所，常年如此习以为常。麦大狱长这是拉肚子拉到自闭了，不光是喜欢吃有剧毒的东西，作为毒人自然连呼吸也有毒，基本上吃进去的东西都是毒。卡普登场的时候，老爷子当时已经5天没睡觉了，部下以为卡普任务繁忙非常辛苦，结果卡普说他一直在吃甜甜圈，就为了刷新吃甜甜圈的记录，在不眠不休吃了842个后，刚想眯一会儿就被蒙卡大佐一斧子砍翻在地，也成就了蒙卡父皇之名。红发现在在大海上自然是没人轻易敢惹的大佬，当然他通常靠面子平事儿，绝不打没意义的架，这也导致红发首次登场的时候可没咋有面子，上来就被山贼王干了一顿。山贼王表示别闹，这样有面子的人我已经杀了56个了，这才叫有面子。凯多登场，凯多的剪影早在2年前就出现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凯多长得还是相当草率随机的。得岛之后，根据阿普的情报，在基德一伙准备再战红发的时候，凯多正式登场，不过他是以自杀的方式到达，1米空岛头朝下自由落体跳楼。大佬有很多方式证明自己强大，凯多这种还是前所未有的很。海军大将们的首次登场都比较神秘奇怪，不会直接给到正脸，轻质给了一个轮廓，在海上一边骑自行车一边看路飞的悬赏令，但显然他没请假就出来了，急得吴老星到处找人，然后就是在长链岛上站着睡觉，和草帽一伙制造偶遇。黄猿首次登场也没有直接露脸，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答应给战国平事去，之后踩着炮弹登岛也是很飘逸，结果救生员把草帽团全放跑，超新星一个没抓。藤虎首次登场也是很神秘，帮小女孩拉回了飘走的气球，很暖。不过藤虎在得岛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偶遇了索隆，然后向其问路的经典沙雕场面，之后在赌场里继续深藏功与名，因此还被一个很像嘉智的人薅了头发。绿牛首次登场也是一个黑影，说自己3年没吃饭，有小姐姐喂他兴许会吃。大将的登场画风果然都不咋正经，之后绿牛的出行方式也是大将一如既往的另类风格。七武海里面明哥的首次登场相当炸裂，豆豆鞋紧身裤粉红皮草小墨镜非常的精神，再加上六亲不认的步伐，这气质力压全场，甚至都感觉后面跟着的熊是明哥小弟了。鹰眼首次登场，鹰眼算是登场很早的一个大佬了，仔细一看喜欢坐棺材出海也是很牛逼了，当时从伟大航路一路追杀克里克海贼团到东海，把一团人打得跟逃荒似的，
劈了他们的最后一艘船才善罢甘休。还以为鹰眼的脾气很暴，结果鹰眼最大的兴趣就在家和狒狒一起种地，做点饭喝点酒的平淡生活，不会轻易发这么大脾气。克里克到底干了什么，才把这么一个人给惹急了的？草帽一伙离谱的起名天赋。草帽一伙经常会设计出奇奇怪怪的名字，而他们倒也乐此不疲，起名风格主打一个现场发挥且意想不到。阿拉巴斯坦的那头只追女生的骆驼，一开始路飞给他起名阿后白痴，山治给他取名 Boke 笨蛋，乌索普给他起名 Taco 章鱼。乌索普这个好无厘头，看来他仨起的名字毫无感情，全是情绪。而娜美给他起名睫毛，索隆吐槽就属这个名字最怪，而这只骆驼得意又欠揍的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德岛，因为要隐藏身份，不能暴露真实名字，路飞在竞技场报名的时候，路飞的路都写出来了，被弗兰奇赶忙一拳阻止。结果路飞挂了个 Lucy 的名牌，不知道是弗兰奇给起的还是路飞自己起的。Lucy 明显是个女生的名字，通常不是写成花露水的那个露吗？真是奇怪又可爱。其实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可以直接写陆琪的。本来感觉路飞的露西就够奇怪了，然后到了竞技场里面，一个5大3粗的汉子叫赫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也是后来大妈的新魂器。当时就感觉这竞技场里面真是一堆奇葩。到了和之国，同样是需要隐藏身份，先行前往和之国的伙伴早先有了自己的和风名字，后来路飞差点暴露，起名果实索隆当机立断，即兴发挥，给路飞起名路飞太郎。虽然表面上和索隆十郎一样敷衍，但是路飞太郎不仅非常贴合路飞的气质，也有一船之长的深意，不愧是起名果实。当然这也不是索隆第一次临场发挥了，早在司法岛青史留名的名刀鼻兰就出自索隆之口。乌索普本来还以为索隆想到了什么解开手铐的妙招，结果这个时候居然还在起名字。索隆就是主打一个仪式感。在和之国，山治也不甘示弱，在弗兰奇、乌索普和罗期待山治能说出吉尔马66的时候，山治果断抛弃了这个厌恶的称呼，改名叫荞麦假面。这个沙雕名字直接就击碎了他们3个内心的热血期许。不过果然，山治起名字终究是离不开料理。当然更能彰显草帽一伙起名天赋的，无疑就是一伙人给万里阳光号起的那些名字了。路飞直接就是一口气起了4个名字，分别是第一个是熊白熊狮子号，第二个是老虎狼狮子号，第3个是乌贼章鱼黑猩猩，第4个是丸子猩猩狮子号。基本上吧，路飞起的没一个正常的，感觉更像是路飞想起来啥就说啥，然后即兴拼凑在一起的。不过这些动物2年后大多成了路飞4档技能名的元素。索隆起的是莱昂内尔老大号，也叫做睡狮老大号。这会儿索隆是不是又想睡觉了？索隆起了多少有些社会了。罗宾起的是暗黑丸，罗宾是唯一一个直接偏离画风的名字，果然一如既往的腹黑。山治的向日葵绅士号，文雅但不够响亮。弗兰奇的狮子暴力团冠军号，响亮但不够文雅。最后还是文化人冰山大叔起了一个萨乌森桑尼号，得到了认可，也就是千里阳光号。不过千里感觉气势不太够，所以翻译过来就是万里阳光号了。其实草帽团里最有起名天赋的，那当之无愧的就是索隆了。路飞4档都跟动物有关，山治基本都是料理。如果说他们只在第一层，那索隆就在大气层。索隆的技能名表面上组词非常牛逼，每个字都稀奇古怪，但组一起就很有气势，这人一看就很有文化。结果除了有跟佛教有关的，还有很多技能其实都是寿司的谐音。著名的鬼斩奥尼给利就是饭团，烧鬼斩就是烤饭团。沙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三文鱼？没错，就是三文鱼。怪不得索隆念技能名的时候那么有冲劲儿，原来不是索隆生气了，而是索隆吃饱了。藤虎的一系列操作越来越卧底了。随着革命军在玛丽乔亚的战斗细节公布后，发现藤虎的友军属性一点都不次于黄猿。藤虎最离谱的技能就当属是动不动就拽陨石。这一次藤虎居然要在玛丽乔亚拽陨石。最卧底的是，藤虎虽然瞎，但心如明镜。萨博乌鸦2次 N 系，林德伯格会飞，莫里会挖洞，对方上蹿下跳，一个陨石下来一个也砸不中，倒是能顺利团灭天龙人，直接帮龙队建功立业。作为2年后登场的大将，藤虎上任以来干了3件事：装糊涂误伤海军，诚心气死赤犬，有意无意削弱世界政府。首先藤虎打海军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但是藤虎拽陨石这招虽然是无差别攻击，但是一直以来却总是会误伤海军。藤虎第一次拽陨石是在德雷斯罗萨的格林比特，当时二话不说一个陨石就下来了，明哥和罗2人都呆了，不是吧阿 Sir， 这么大一块到底是砸谁啊？最搞的是陨石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3个人一起在那削陨石，最后一看藤虎狠起来连自己都砸，但是一想还是藤虎会玩。藤虎最恨的就是这帮七武海，因为自己身份原因不能直接对七武海动手。藤虎想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是陨石先动的手，我可没动手，毕竟我自己也在陨石的攻击范围内。然后第2次拽陨石是冲着罗和草帽团去的，这个就很卧底了。藤虎之前都已经知道罗有调换东西的能力了，结果这俩陨石把自家军舰给砸了2洞，这操作堪比顶上战争的时候黄猿翻回来把自己家城墙给炸塌的操作。这个时候藤虎在船上一边惬意的吃面一边装糊涂，哎呦大意了，原来罗桑在下面呀。藤虎揪明哥继承线的时候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个时候开始装瞎了，真是有军无疑。
第3次拽陨石在德岛，操作也是极其迷惑，也是在和萨博过了2招后，了解对方能力后拽了颗陨石。最搞笑的是，陨石在燃烧，而萨博是刚吃下烧烧果实。萨博表示：“大叔，谢谢你助我一臂之力，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燃啊？现在我燃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藤虎真的在玛丽乔亚拽陨石，藤虎直接就是加冕卧底王。德岛那颗陨石被鸟笼切碎掉下来，萨博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把一帮海军砸得够呛。手下吐槽藤虎拽陨石之前不发预告，藤虎又开始装糊涂了。第4次是在狂热行动里拽陨石，放完一招就不管了，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会砸到谁。但是现场的海贼们各有妙计，还有巴托在呢，能躲过的几率大，大部分海军是真没法躲，所以藤虎这一下子还是想团灭海军。其实有一次机会，藤虎可以好好利用他的陨石，那就是路飞离开德岛的时候。但这么好的机会，藤虎又不用陨石了，改用蓄力了，蓄到最后也没砸下去，变成了给草帽一伙践行了，跟黄猿抬腿半级等雷利又是如出一辙。除了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然后就是气死赤犬，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藤虎和赤犬话不投机半句多，每和藤虎说一句话，赤犬脑溢血的进度就加1。藤虎的一些操作的出发点是正义，恰好呢也在有意无意的削弱世界政府。就比如废除七武海制度是藤虎一手推动的，赤犬其实一开始是明确表示反对，当时藤虎就忽悠赤犬，你就大胆的废除吧，放心，赤天使会出手，世界一定会发生巨变的。结果赤天使的作用没怎么发挥，七武海还抱团了，而且还要去争夺 One Piece， 这是世界政府最不想看到的。赤犬疯了，藤虎，这就是你说的巨变。藤虎表示，哎，我可没说往哪个方向发生巨变。赤犬说，你真溜。所以藤虎作为大将中的一员，存在感还是挺高的，无不在贯彻最能被接受的正义。与其说藤虎的操作越来越卧底了，倒不如说这才是未来海军该有的气质。海贼王里的高危职业，海贼王里有这么几种职业最难做，轻则心态崩溃，重则随时被嘎。一、海军元帅，看起来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工作，不过上有从不通情达理的吴老星，下有一帮两极分化的海军，元帅夹在中间，气不死也得少活20年。从钢骨空元帅开始，就有卡普这样的刺头在，战国的时候更是一手烂摊子。赤犬现在也感叹这个元帅是真不好当了，尤其是战国一场顶上战争干得心力憔悴，这元帅谁爱当谁当。赤犬接棒后，他这种谁也不服的性格，也得寄人篱下，劈头盖脸挨吴老星的骂。所以海军元帅主要是精神上遭不住，有时候比皮肉之苦还痛苦，很容易气得一身病。2、七武海，这个身份放在以前还算是吃香的喝辣的，毕竟是世界政府允许的合法海贼。但相应的，七武海一旦干扰到世界政府的统治和权威，说废就废，卸磨杀驴一样，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围剿，甚至比对付其他海贼还要狠。像是莫利亚顶上战争之后，差点惨遭世界政府抹杀，还好当时被阿布萨罗姆给救了。树倒猢狲散，大家只能各寻出路，但是世界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不然老沙鹰眼外加巴基这仨下岗七武海也不会抱团取暖了。3、白胡子海贼团2番队队长，白团的这个2队队长自带与命运做抗争的 buff， 而且致死率目前100%，轻则性命不保，重则那是祸国殃民啊！所以难怪黑胡子当初不当2队长呢，早看出来这是个毒奶职位了。4、一个国家的国王，王室成员按理说应该是活得最滋润的，恰恰相反，一国之主可以说是最惨烈的一个职业。吉尔玛会客厅里那张4国展的照片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来者不善者都很懂擒贼擒王的道理。阿拉巴斯坦的寇布拉，原先慈古岛的瓦布尔，水之都的冰山市长，渔人岛的尼普顿，德雷斯罗萨的利库王，佐乌的猫狗老大，和之国的光月一族等等吧。海贼王也可以说是一部国王们的血泪史，所以一个国家遭难最先遭殃的可能不是老百姓，而是国王。5、给人当爹，在海贼王里给人当爹的就业风险不次于火影里面给人当老师。白胡子有孝子剑和黑胡子，凯多有带孝子大和，卡普有孝子龙孝孙路飞，明哥也是孝出强大。佩罗斯佩罗在大妈落水后，直接把海贼团改名为佩罗斯佩罗海贼团了。这里面各有各的原因就不多说了。不过海贼王里面的父子的主旋律大多就是兵戎相见。6、真正的海贼，海贼王里很多都是非主流海贼团，一个强大的真海贼就难能可贵了。主要是真海贼是种高危职业，一种是无恶不作的，像黑胡子，不光是得罪海军，还得罪同行，仇人遍地都是；一种是挖宝藏的，像巴基，到处挖洞，挖到的不一定是宝藏，也可能是海军的地下基地。7、海贼王的船医，这个职位需要有超黄级实力，为什么呢？不然要么医闹，要么被吃，像库洛卡斯那样动不动就能和海贼王拳脚相向 battle 一下。当然隔壁还有个吃船医的，所以当海贼王的船医是伴君如伴虎，属实不好当。在海贼世界，感觉做什么都是刀口上舔血，最安全的职业还真不好说，但最自由的那一定是海贼王。草帽一伙的江湖名气，要说现在的草帽团已经成了海贼的顶流之一，但是新手村时期名气最大的不是路飞，而是上船之前就混过江湖的索隆，不知道要高路飞几个档次。众所周知，索隆在跟着路飞干之前是当海贼猎人的，而且在东海的名气还不小，连当时的科比都知道罗罗诺亚索隆的威名，带路飞去找的。后来草帽一伙又遇到了剑圣强尼、刀神约瑟夫这两个索隆的小弟，刀神剑圣本来是要跟路飞他们算放炮误伤这笔账的，结果看到索隆直接就认出来是自己大哥了，
态度直接反转。一旁的路飞还很懵逼。在进入伟大航路的前一站罗格镇的时候，当时路飞已经被悬赏3000万了，索隆没有被悬赏。但是索隆被迫在海军基地打杂的时候，海贼猎人索隆又是直接被海军给认出来了。好家伙，这没有被悬赏的比被悬赏的还出名。不过索隆当海贼猎人肯定要和海军打交道，倒也不奇怪。那在东海的知名度高，可进了伟大航路呢？结果在阿拉巴斯坦，索隆又被 Mr. One 给认出来了。因为曾经巴洛克工作室邀请过索隆，索隆非常嘲讽的回复，让我当老大我就去，还把当时的使者给砍了。索隆在老沙这里也算个名人。后来索隆有了悬赏，名气越来越大，就很正常了。不过在早期草帽一伙不出名的时候，提索隆大哥的名号那绝对好使。然后就是山治，山治这个名字一开始可能不带什么名气，但是前面如果加个文斯莫克，估计海贼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山治什么身份了。这一点在蛋糕岛之后的和之国就非常明显。比吉尔玛的实力更厉害的是他的 IP 影响力，比如德雷克、霍金斯还有罗，北海三迷弟都是海上战士索拉的漫迷，看到隐形黑都两眼冒光，走不动道了。罗甚至直接就是原地沉迷了，设定情节啥的倒背如流的水平。后来就是对位奎因的时候，奎因跟加治以前是同事，见到山治干脆就一口一个加治的儿子叫，就给山治叠怒气 buff 吧。路飞的江湖名气，在路飞还只是个小有名气的海贼的时候，比他那点悬赏金更出名的是蒙奇蒂家族的身份。在水之都爆出身世后，连同吃同住的伙伴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原来大佬一直就在我身边。这个身份在其他大佬面前非常好用。战国看到草帽小子空降战场，脱口而出的却是吐槽卡普，这又是你的家人啊卡普。潜台词是让我想想接下来该怎么演熊、青雉、泽法等等一些人吧，无不在路飞面前放海。路飞能活到现在，不得不说自带的江湖名气的功劳也是多多少少是有的。虽然说早期索隆的名气是最大的，但自从拥有世界级名气的罗宾上船，就有点压索隆了。8岁被悬赏7900万，继承了奥哈拉的学识和意志的罗宾，一直都是世界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人红是非多，罗宾一直在逃离和背叛中成长，包括冰山的房间里也贴着罗宾的悬赏令，因为罗宾的学识足够恐怖。与之相似的还有弗兰奇，原名卡特·弗兰姆。弗兰奇属于是本不想出名，但造化弄人，即便是改了名，避免太出名，最后也是被 CP9 绝地3尺给找了出来。毕竟他手里的冥王图纸，让他不想出名都难呀。乌索普的江湖名气其实也很大，首先他爹可是红发团的核心干部，因为路飞和红发有过交集，遇到乌索普的时候立刻与其攀上了亲戚。在罗格镇自报家门后，也是被那个曾被耶稣部击败的原海军认了出来。只不过乌索普虽然胆小，但低调有志气，很少跟别人谈起耶稣部，反而是靠自己的成就创造了名气。德岛一战成名的5星乌索普，在明哥那里力压路飞、萨博、索隆等人，成了 God 乌索普。结果海军的悬赏令上也跟着写上了 God 乌索普。娜美的江湖名气，这个就有点特色了。娜美的性感通过写真悬赏令传播到四海，阿健说的征婚艳照货真价实，一路上不缺靠着娜美悬赏令来追求娜美的人。当然除了美貌，娜美还是有正儿八经的名气的，那就是她的航海才能，曾经被阿龙和金狮子看中。慎平老大的江湖名气就更不用多说了，上船之前他就当过太阳海贼团船长和七武海，早早成名。最明显的就是慎平的摇鱼实力，越狱推进城摇来了一群金沙小弟，蛋糕岛太阳团的兄弟给草帽团断后，白胡子海贼团那也是很多年的交情了。布鲁克的名气也是世界级的，因为在别人2年修炼的时候，布鲁克开了2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收获了广大歌迷，有自己的海报、自己的应援团。结果2年后重聚的时候，布鲁克成了草帽团里的顶流了。当然布鲁克最屌的一句话还是罗杰以前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新人。最后就是乔巴，爱吃棉花糖的宠物1000贝利。以上呢就是草帽一伙每个人的江湖名气，他们大多人从上船的那一刻起都已经不是籍籍无名的小辈了。就他们自带的名气来说，原本以为这船上载的都是草根，结果这船上坐的都是大佬。路飞那些奇怪又可爱的技能，作为一块橡胶，路飞能在战斗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所以路飞的一些可爱的技能不仅很实用，还能有效的侮辱到对手，而且有些沙雕能力他还不止使用过一次。橡胶大口吞初次使用是在和老沙的战斗中，本来老沙还以为愤怒的路飞要来真的了，结果居然是个这么沙雕的技能。老沙作为自然系自然不怕，但智商却感受到了侮辱，这让老沙很生气。后来在剧场版里，路飞同样使用过此招，吞过软糖果实能力者。可能路飞看到软糖能力就很有食欲吧，可实际上他的软糖巨难吃，很快被路飞吐了出来。本以为大口吞就是个纯搞笑的技能，但终于到了蛋糕岛变得有用了一次，而且还有了组合技。路飞利用橡胶火箭弹射出去，再用橡胶大口吞一口气破坏掉克利家的饼干。2年后，路飞连这种技能都变得有用起来了吗？不，路飞只是单纯的想吃。橡胶发呆和橡胶章鱼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对付艾尼路的时候，当时拿超前的新网没有办法，路飞急中生智，只要我没有动机，敌人就看不出我的动机，顾名思义发呆。果然晃的艾尼路一度认为自己的新网有 bug， 其实真的有 bug。之后路飞用反弹章鱼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像是4档蛇拳的雏形。橡胶机器人盟友闯入司法岛的时候使用那一招，说是盟友，其实就是用橡胶身体绑架一个人做挡箭牌，让其他敌人无从下手。衍生招式有机器人盟友拳和机器人盟友踢。
最开始的3档形态，最可爱的就是解除3档后，路飞会因为放弃而变小，然后被陆琪抓到后，小路飞还倔强的打了他一下，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不过2年后就不会再变小了，也算是个绝版的能力。橡胶 Jet 替罪羊，当时看似胡扯的能力，却没想到竟是强大的双4黄合体技，让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蒙羞。可以说从心理层面将其秒杀，原理倒是很简单，从附近抓取一个东西替自己抵挡伤害。顶上战争幸运的巴基成了这个不幸的大冤种，帮路飞挡了好多刀。2年后，橡胶替罪羊有了一个改版，橡胶树枝，只是替罪的人从巴基变成了树枝布雷。路飞当时正被大妈的次女追杀，用布雷当盾牌玩得可嗨了。所以2年后，路飞虽然变强了，但那种奇怪、沙雕而且还有点用的技能并没有减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橡胶 UFO， 初次使用是在冰火岛，通过旋转腿部获得速度加成、制空和清冰能力，形状非常像路飞开着小飞碟，所以这种形态看起来很好玩很可爱。第2次开飞碟就是在德岛，此招还有非常锋利的切割能力，路飞用这个清了一堆玩具士兵，然后平稳降落。橡胶答谢礼炮，这是在橡胶气球的基础上加强的一个技能，受到了雷利的指导，改良了以前主要用于防御而且胡乱反弹的缺点。路飞的答谢礼炮可以用双倍力度进行还击，而且精度提高了很多。路飞还会做出一个瞄准的手势，非常可爱。第1次用是对付狙击手雪山兄弟，这个技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在德岛为了保护罗和牛，还有2个混子兄弟时也用过，在蛋糕岛躲避大妈子女的追杀时也用过。而且这种攻击方式还有更强的版本，就是4档保护形态下的橡胶加农炮球，这个技能属于现吃现用。克利驾是来着了，第一个尝试被路飞从百草园弹到3位树屋，然后就是5档路飞下的一些形态了，甚至可爱沙雕到连画风都变了，身体比之前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可以做出更奇怪的姿态，不愧是被称为最胡来的能力。好了，本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谢谢。巴基组建自己的新组织十字工会，放出悬赏缉拿海军。随着海贼王1056话文字情报释出，巴基大神又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课。本话标题十字工会，什么是真正的4皇？发布悬赏通缉海军，这一招反客为主，海军彻底蒙圈，老六没抓住，我们他妈成悬赏犯了。巴基无疑是最牛批的赏金猎人。巴基的新组织目前已知的成员有老沙和鹰眼，可以想象老沙3哥四目相对，老沙身边当年那个不成器的小弟摇身一变成了皇父，哟老鳄鱼2年不见还这么拉呀。老沙入会前高低不得叫一声3哥，哦不是3爷。和之国这边猫腹蛇犬蓝决定留在和之国继续辅佐桃之助，加洛特会作为继承人领导毛皮族，看来兔子不太可能上船了，大河距离正式上船只差路飞的一句话。和之国郊外，因为此前绿牛的攻击，小忍又变漂亮了，重获青春容颜，可喜可贺。绿牛不仅是绿化先锋，还是抽脂专家，这哪是海军大将，分明是赋予人新生的天使。来一趟和之国，这好事儿没少办啊。本话结尾，大河站在城堡上，表示想要去路飞那里，看来大河上船心切，很想让路飞继续带他玩呀。下周尾田不休刊，但本周是合刊，所以下一话情报时间不定。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拜拜。草帽一伙的悬赏令照片都是在哪儿被拍的？首先是路飞的悬赏令，从3000万到4亿都是用的同一版照片。这个照片上有乌索普的后脑勺和一处废墟，剧情中给出了答案，是在阿龙乐园所拍。路飞打败阿龙后又揍了一顿老鼠上校，老鼠气急败坏，让手下拍了张照片传给总部，立刻通缉。老鼠当时还觉得情急之下把路飞拍的根本不像个海贼，由此有了路飞的首次悬赏令3000万。德雷斯罗萨5亿路飞更换了照片，从轻薄的红衣来看，可以排除在德岛和冰火岛后半段所拍，那会儿是向日葵上衣和厚外套。照片背景虽然没有明确参照物，但绿色背景也可以排除是冰火岛前半段所拍，这有可能是香波地群岛和愚人岛海之森2个地方。此时照片上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背景中有滚滚烟尘出现，可能是当时有炮火所致。对比后来的15亿悬赏令，这个不是纸张问题，那真相就直指2年重聚时的战斗期间了。路飞的绿色背景正是香波地的巨树，烟尘弥漫下颜色也会比较暗淡，更接近，所以这一版路飞的照片由战逃丸部队拍摄于2年重聚时的香波地群岛。路飞最新版30亿贝利的悬赏令照片是路飞果实觉醒后捂脸笑的照片，拍摄地就是鬼岛了。草帽团其他人的最新悬赏令暂时还没有出来，等海贼王恢复连载会一并公布。然后是索隆，阿拉巴斯坦之后首次悬赏6000万，索隆头上挂彩，周围也有炮火，符合这个环境的在那之前也就阿拉巴斯坦了。重要的是乌索普大神又出现在了伙伴的悬赏令上，这次是一个鼻子和模仿老沙的钩子手，答案也很明显了，就是乌索普在索隆面前模仿老沙揣摩对方心理的时候，索隆被拍到了。2年后 3.2 亿版本的照片是头上绑着头巾，可以锁定2个地方，愚人岛清理杂兵和德岛虐皮卡。打皮卡的时候，索隆几乎都是空中作战，一气呵成的，没空摆 pose， 而脸上也不太干净，不符合照片形象。
而在愚人岛游刃有余的虐菜跟山治比赛，摆出帅气造型的时机多的是，所以这张照片应该也拍摄于此。然后是山治，第一版是个画的，还闹了个乌龙，让莫名其妙接了锅的迪巴鲁天天被海军追。得岛之后，山治终于换照片了，只能说比以前强。这个照片想必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山治在愚人岛往人鱼姐姐堆里跳的时候被抓拍的一张。然后是乌索普，前2次出悬赏，乌索普虽然没有单独的悬赏令，但大神一次蹭到了路飞的，一次蹭到了索隆的，第3次全员悬赏，终于勉强算是有了自己的悬赏令吧。狙击王，根据面具的损毁情况，这已经是遇到加布拉之后了，而且后面天空面积很大，应该是比较空旷的地方，除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那只有一个时机，就是在司法塔上给弗兰奇送钥匙的时候。当时乌索普那么招摇过市，开局还把政府旗帜给射烂了，不拉仇恨才怪。第2版是得岛后告的乌索普，这就很明显了，在得岛竞技场下面，海尔丁高举告的乌索普，摄影师就藏在下面膜拜大神的人堆里。然后是娜美，娜美的2张都很好找。第1版有弗兰奇家族的人拿着烤串，旁边有喷泉、泳衣款式等线索，当时在水之都最后开宴会的时候被人给骗拍写真了。第2版他身后有愚人岛随处可见的珊瑚，绿色的吊带颜色和当时吻合，所以娜美在愚人岛又让人给骗拍了。然后是乔巴，乔巴的第1版悬赏令有3个线索：围栏、下雪天、棉花糖。乔巴在长链岛才第1次吃到棉花糖，但当时不符合有围栏和有雪2个条件。他这个照片只能缩载至司法岛篇，最有可能是送别梅利号之后那段时间，当时冰山他们的船在后面准备接草帽团回去，所以乔巴应该是在送别梅利号后登上冰山的船，被人用棉花糖安抚了情绪，符合有围栏、雪、棉花糖3个条件。而且乔巴当时全程没有背书包，形象上也比较一致。接着被某个特务抓拍，爱吃棉花糖的托尼乔巴，宠物50倍利。乔巴的第2版暴涨到100倍利，照片又有棉花糖，还有一个重要线索，他的穿着，所以可以排除德岛时期的迷彩衣服。在冰火岛时期，乔巴弗兰奇有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互换，弗兰奇恰好最讨厌吃甜食，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太可能有棉花糖这种东西，所以可以排除冰火岛。愚人岛和香波地更倾向于在香波地拍的吧，因为当时符合穿着、背着书包和有棉花糖3个条件。然后是罗宾，第1版悬赏令是在他8岁时流离失所时期，除了知道在船上，具体地点就无从查起了。第2版比较明显，罗宾当时在放技能，有阶梯，有海军，就在司法岛最后的突围阶段，掩护路飞凯旋时被人所拍。第3版罗宾身后有花瓣，依然是在放技能，发型和头饰上可以排除是德岛。香波地重聚时，罗宾没有参与岛内的战斗。冰火岛时期，在罗宾使用技能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挂着墨镜，所以符合条件的只有在愚人岛战斗的时候所拍。然后是弗兰奇，第1版有大炮和战火的背景，脸上有战损，并且引起了海军的足够重视，那只有在司法岛的突围阶段所拍。第2版是他的弗兰奇将军，背景上有珊瑚和断崖，那就是在愚人岛展示2年修炼成果时，在愚人岛广场被拍的。然后是布鲁克，第1版当时布鲁克还是个人，后面有战火，像是在战斗，而且惊动了海军，是在伦巴海贼团时期所拍。后来，拍照侠们倒是也省事了，扯了一张布鲁克演唱会的海报，直接改成了悬赏令，还挺有设计感。最后是慎平，最新悬赏金 4.38 亿，只是悬赏令的真容还没出来。第1版的是在很多年前拍摄的，在太阳团早期，这个剧情里也有，首次悬赏7600万，再后来 2.5 亿被招安为七武海。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另外，悬赏令照片这种本来是可以随便画的东西，仔细看几眼，居然都可以看出具体是在哪儿拍的。不得不说，尾田是真的处处用心了。卡塔库利家族里最心累的二哥，大妈光是儿女加起来就有85个，孩子一多那肯定就闹腾，这对当哥哥的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何况卡二不管实力还是担当，在兄弟姐妹里还是顶梁柱一样的存在。从小有恶霸胆敢欺负布蕾，卡二就会挺身而出。卡二不想因为自己的嘴给家人带来灾祸，他一直想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好哥哥。久而久之，除了想用甜甜圈之外，用围脖捂住嘴，后背不着地，也就成了不得不为的习惯。卡二这个哥哥不好当啊，主要是身边有些弟弟妹妹太坑了，大妈也坑。就像茶话会之前，万国之内的儿女需要到场之外，大妈还邀请了一些其他人，人一多就容易出乱子。关键是事发之前，慎平把路飞娜美从书本监狱里救出来了，但是欧培拉没敢跟蒙多尔说实话，斯穆吉也只是让封锁楼层集中消灭，没敢跟大妈说。毕竟大妈慈母手中剑，游子身上披，可不是开玩笑的，她是真的敢，所以没人敢吱声。所有人都误以为草帽一伙全员被捕，然后这个屁股谁来擦，自然落到了毫不知情的大冤种哥哥卡二的头上。婚礼开始前，卡二从容淡定，还小小操作了一下预见未来见闻色，一切尽在掌控。直到路飞利用布蕾的能力，一举摧毁了婚礼蛋糕，整个会场一片混乱，瞬间失控。
卡尔一看失联的妹妹原来让人家当工具人使了，但卡尔也实在难以挽回了。不过智商在线的卡尔及时逮住了路飞本尊，他预见到了路飞的目的是要损毁修女的照片，但卡尔这边只顾抓路飞了，也没料到那一堆假路飞里面居然混进去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边路飞还没有完全摁住，那边修女的照片让人给砸了，没错，正是布鲁克。卡尔心态还没崩，大妈先疯球了。卡尔随即制作了诺米尔罩，分给兄弟姐妹们。大妈震碎了暗杀兵器和用于逃跑的镜子，路飞等人退无可退，只能躲在贝基的大头目里。这一波可把卡尔的心态给折腾得够呛。一向宠妹狂魔的妹控卡尔趁这个空闲，也不禁拽起布雷，吐槽：“你还真是被敌人好一通使唤啊你！”卡尔及兄弟姐妹们群起而攻之，路飞众人难以逃脱，卡尔就堵在天台的边缘，谁跑干谁。但这个时候大妈倒是好了，御手箱又炸了，整个蛋糕城堡即将倒塌。大妈的有些子女并没有出众的实力，温柔的卡尔哪还有心思抓人，化身救生员只能先救人。最后厨师长把城堡化成奶油，把地面变成蛋糕，才挽救了全员坠楼的危机。之后因蛋糕被毁，失时症发作的大妈被佩罗斯佩罗骗走，继续去追草帽一伙。卡尔被路飞拽进净世界里，安内攘外的苦差事又落在了卡尔的头上。卡尔就是那种布蕾坑我千百遍，我待布蕾如亲妹的好哥哥。路飞想对布蕾动手，卡尔绝对不允许。不过接下来布蕾确实又双弱着坑了，卡尔一个不注意，路飞再次将布蕾给拎走了。反正正面又打不过卡尔，路飞就趁这个从万国各岛穿梭的时间，恢复4档消耗的霸气。众所周知，卡尔的坑妹妹还不止这一个，刁蛮小妹夏洛特·弗兰佩在激斗中暗暗偷袭路飞，因此也激怒了从不亵渎战斗的卡尔。就因为卡尔的嘴，弗兰佩还从一名卡尔吹变成了卡尔黑，还要把卡尔的嘴拍下来给其他人看。作为小妹，不了解卡尔的过去情有可原，但是这种任性做法无疑伤害了无论任何时候都想当一个好哥哥的卡尔。好在卡尔的心理素质强大，无所谓了，先是自废一颗腰子，和路飞一起清场后认真战斗，到最后卡尔服了，认了，也累了，终于可以睡一觉了。布蕾虽然真的很坑，不过他是真心崇拜理解卡尔的妹妹，即使他平时通过镜子偷看到过卡尔躺着吃甜甜圈的样子，但也不妨碍这些。在大妈海贼团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海贼团里，船员之间有着巨大的代沟，迫于大妈的威严，有什么事儿都不敢说，加上大妈一饿就疯球了，卡尔是既要当哥也要当爹，甚至有时候还要肩负船长的责任，堪称是最心累的二把手了。海贼王中女人之间的对决，男人之间的战斗多是拳拳到肉，刀刀见血，而女人之间风格更加迥异，或者说女人之间的打斗重点往往不全是在暴力美学这一点上，且越往后观赏性就越多元化。娜美 vs 妹子双手指，小贼猫对战荆棘女。双手指是 Mr. One 的搭档，老杀罗宾之下的第二组战力。娜美和她的实力悬殊，不过其他人都已经遭遇了对位的敌人，娜美就轮到了这么一号对手，那没办法。尽管娜美在对手面前闹了不少笑话，但最后依靠现学现卖的机灵才智，把天后棒开发出了连乌索普都不知道的特殊功能，将 Mr. One 的搭档击败，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超常发挥的战果了。如果说这一次战斗还比较正常，不久之后娜美 vs 卡利法，超短裙太妹对战黑丝御姐。平时都是娜美洗澡的时候被人打扰，而这一次娜美打扰到了正在喜香香的卡利法。卡利法不久前吃下了泡泡果实，其泡沫可以将人变成滑溜溜形态，全身放松且无法站立。卡利法亲手为娜美涂抹，所以就看到卡利法一个踢上去，从背后抱住了娜美，两个女人打着打着居然在那儿摸起来了。而娜美又是及时明白了泡泡果实的弱点，水和风可以驱散这些泡沫，这只是因为卡利法刚吃了这颗果实不久，觉醒后的泡泡果实水和风只会让泡沫更多。此时的娜美已经有了升级后的天后棒，体术上比不上卡利法，却可以与其玩拉扯。最终虽然呆萌的卡利法破解了娜美的幻想妖精，但防不胜防，雷云电光枪杀了一个回马枪，将卡利法击败。完事之后，娜美急于找到2号钥匙，粗鲁的将卡利法的衣服给撕了，被弗兰奇吐槽为有够变态。女版小伊万 vs 小萨蒂，人妖对战抖 S， 这是一场结局没有悬念却让人大受震撼的对决。面对这么一个抖 S 小妹，小伊万表示那就比谁更会玩，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非常专业的手法将小萨蒂绑着吊了起来，场面一度非常的羞耻和尴尬。女帝 vs 奈琴，颜值对颜值，旗袍对旗袍。作为邦迪瓦尔德的传医，奈琴通过中药拳法的奥义，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还可以抵御女帝的甜甜果实技能，并且还差点让女帝被迫放飞自我。女帝不得不一边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一边和奈琴战斗。不过以女帝的实力，完全不需要认真打，甚至不需要打，仅仅通过自己男女老少通吃的美貌，就足以让对手破防。在女帝面前，奈琴相形见绌，女帝一撒娇，敌人就顶不住了。最终奈琴沦陷，功力尽失，变回原貌，被女帝石化。达斯奇 vs 莫奈，背后有人对战孤立无援。达斯奇一开始一直被雪女莫奈压制，刀被打掉，被莫奈咬伤，
但此时索隆提刀来援，一招大沉汉用气魄将莫奈击垮。之后莫奈爬起来还想负隅顽抗，达斯奇以一招斩石雨给莫奈补了一刀。不得不说莫奈好可怜。娜美 vs 布雷，神之一手对大意失算。布雷用静静果实的复制粘贴能力，把草帽一伙人耍得团团转。娜美忙中出错，带了一个假路飞在身边，被布雷擒获。但布雷千算万算也没想到，娜美的次元袋里居然藏了一根能伸缩的棍子，后被一棍子捅开。加洛特 vs 布雷，古灵精怪对大意失算。加洛特起初不熟悉静静果实的作用，和乔巴一起被吸进静世界里。布雷原本要把兔子和狸猫给炖了，但布雷千算万算也没想到，加洛特把自己和假兔子给调包了。真兔子伺机而动，最终将热锅踢翻，烫坏了布雷。加洛特以一招电气月神击晕了布雷一伙人，还用挠痒痒肉的方式逼迫他说出找到通往城堡镜子的方法。之后获得了布雷的路飞，如获至宝，一直针对他，成了路飞身边的金牌辅助。雷九 vs 斯木吉，性感姐姐对战长腿姐姐。在娜美快被斯木吉榨成果汁的时候，雷九及时救场将娜美救下。在后来的战斗中，雷九和斯木吉周旋，一脚踢中他引以为傲的大长腿，接着自己被回击的一拳打飞。不过榨果实的斯木吉也并不怕毒液，挤出来就好。最终雷九被加雷特的黄油束缚给捆绑住了。大妈 vs 娜美，大妈对战小大妈，两人的实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之上。不过从蛋糕岛纠缠到鬼岛，大妈始终没有在宙斯争夺战中玩得过娜美。毕竟论偷拐抢骗可是娜美的绝活，反而娜美不仅在蛋糕岛用宙斯劈了大妈一下，在鬼岛终于将被抛弃的宙斯收为己有，奇迹般的占到了四皇的一个大便宜。大河 vs 润提，霸道辣妹对战傲娇地控。在路飞和润提较莽劲的时候，大河以一招雷鸣八卦将其打倒，还被润提吐槽为是雷鸣四卦。后来两人再次遭遇，润提虽然头铁嘴硬，不过仍旧不是大河的对手。娜美 vs 润提，娜跑跑对战润追追，润提不厌其烦地追了娜美一路，期间还把娜美撞得头破血流。在两人遇到大妈的时候，上演了三个女人一台戏。娜美变身拱火大王，前后都是地狱，但也能左右逢源。润提一如既往的头铁，他说他要收拾这里的所有人。拉了仇恨的润提被大妈小妈轮番攻击，结果被普罗米修斯和赫拉的组合技明光炮贯穿身体，而后稍微恢复后，依旧对娜美乌索普小玉穷追猛打，最终被融合了宙斯的超级天后棒彻底击败。罗宾 vs 黑色玛利亚，这一场对决其中融合了拳拳到肉的暴力、见招拆招的智谋、互相信任的友谊、意想不到的果实能力，以及尾田笔下的热情奔放、多种观赏性的杂糅。这场战斗，罗宾以恶魔形态压倒性的实力将黑色玛利亚降服。综合来看，女人之间的战斗，不管用什么手段，打起架来是另一种狠毒。尤其是碰到了他的逆鳞，女人对女人下手也是够狠的。海贼王中的那些纹身爱好者，在海贼王中，很多人身上都搞了一些很酷的纹身。不过这些纹身除了帅，还几乎都有他们各自深刻的含义。狂热的纹身爱好者注定少不了罗。罗他从手指、手背、手臂到前胸后背全都有纹身，除了代表自己海贼团的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几乎都是在纪念恩人克拉松。手指上的 death 意为死亡，双肩和前胸都纹有桃心图案，除了匹配自己手术果实的形状和心脏海贼团的名字，其根源都是为了纪念罗此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克拉先生克拉松。这个代号在西语里意为心脏。还有包括罗的潜艇上、海贼旗上、衣服上都有一个笑脸标志，在罗的身上也不例外，前胸后背都纹上了，有区别于民歌堂吉诃德家族的标志。罗这个笑脸的意义来源于克拉松最后时刻和罗告别时的笑容，罗则是用这种方式来永远怀念克拉松。然后是艾斯，艾斯左臂的纹身一直以来都有好几种说法，都挺有意义。不过艾斯的左臂这个纹身在他遇到白胡子前就已经有了，所以比较合理的含义是这个被擦掉的 S 很像当年萨博出海时的海贼旗，所以艾斯是在悼念萨博，毕竟艾斯以为萨博已经死了。剩下的 ACE 就是自己的名字，在扑克牌里也是王牌的意思，也对应了艾斯出海后组建黑桃海贼团的扑克牌企业文化。之后遇到了白胡子，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背上也就纹上了白团的标志。夏洛特家族看样子他们更喜欢色彩鲜艳的纹身，大妈的手臂上有一个双重爱心，下面还有一个小心心。大妈的第14女斯木吉，她的大腿上有一个玫瑰纹身，点缀她的3米大长腿。卡塔库利的手臂上则是有一个图腾风格的纹身，一个骷髅图案，背后还有延展出来的翅膀图案，加上侧腰的竖杠，这个纹身和她的身材肌肉堪称是绝配了。还有一些人的纹身简单粗暴，一目了然，比如佩吉万的，他在胸前就纹了自己的名字，与他相似的还有 X 德雷克，他在胸前纹的就是 X。 福兹福胸口上除了螺旋花纹和眼睛的图案，也纹了自己的名字。他们凌空六子的名字均来自各种卡牌游戏，福兹福谁是谁这种名字，就像有人叫狼人杀和斗地主一样，就显得非常奇特。还有奎因手臂上百兽团的标志下面也是自己的名字。
山治的姐姐雷九大腿上纹了数字66，代表吉尔玛66。还有一些人酷爱樱花元素纹身，大概有2种含义：一是对武士来说，樱花是忠君爱国的体现；二是有黑帮背景的人喜欢搞像菊花、樱花这些花的图案，比如光月家臣、赤鞘武士九天丸，以及曾经和之国家喻户晓的黑帮老大花之兵五郎、现任海军元帅赤犬，3人身上都有大片樱花纹身。九天丸本身也是黑帮出身，后被玉田收服，但一直都是黑帮和山贼头领，而兵爷的威望更是能让当年的玉田尊敬仰慕。赤犬也是，不仅衣领上有樱花图案，身上也有樱花纹身，右边是一把剑，代表正义。比起当海军，赤犬更像是混黑帮的。不过赤犬的原型演员菅原文太本就是黑帮片专业户，赤犬更像是个黑社会，也可以理解。还有一种狠人是往自己脸上搞东西，那就是脸上有个图腾的蒙奇地龙。因为罗杰处刑的时候，他脸上还没有东西，所以就有个梗。后来龙不是回过一次故乡东海吗？卡普看着这个成了世界最凶恶罪犯的逆子，瞬间气不打一处来，一脚就踹到了龙的脸上。从此龙脸上就留下了卡普的拖鞋印。不得不说，确实很像某种鞋底板的纹路。还有一些人并不喜欢纹身，只是被迫留下了一些图案或者烙印，比如为了救村子，忍气吞声加入阿龙的娜美。最开始是阿龙海贼团的标志，当时姐姐诺奇高为了安慰娜美，也搞了一些纹身和娜美作伴，让娜美颇为感动。后来被路飞解救后，娜美将纹身改成了橘子和风车。像太阳海贼团和女帝他们身上都有象征奴隶的飞龙之体烙印，是一段屈辱的过往。不一样的是，泰格他们在外面又烫了一圈花纹作为掩盖，很像是太阳。路飞的3弟2外因为当时实力不济，迫不得已将重聚时间从3天改为2年后，通过报纸彼此通知大家这个消息。这个纹身的作用仅此而已，没有在路飞身上停留太久，可能只是一种纹身贴。总之，海贼王中还有很多人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纹身，像凯多的龙鳞大花臂等等，是一种装饰，也各有独特意义。纹身也当属是海贼王中一大有趣的特色了。海贼最无解的武器，路飞的无上大拖鞋。穿上拖鞋跑跑跳跳有诸多不便，但路飞显然已经和他的这双人字拖合二为一了。而且路飞的拖鞋不光能用来打架，也能用来代替手来鼓掌，还能当储备粮。饿得不行的路飞差点把拖鞋给吃了。不过经历了一些战斗后，路飞的拖鞋不是没损坏过，曾经就被老沙给沙化过，但后来路飞又有了一双一模一样的。在还没有练出无上大黑拖之前，这也实属正常。第2双拖鞋也是路飞冒险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之一，而这双拖鞋也有着傲人的战绩。在路飞还不会武装色霸气的时候，不管对面是敌人的刀剑，还是 CP9 的铁块，又或是直面海军3大将，路飞的拖鞋总是身先士卒，对手很强，但也敢同恶鬼争高下。经历了2年修炼，路飞的实力完成质变，这双拖鞋也跟他一起成长了很多。在德雷斯罗萨罗即将丧命于明哥的豆豆鞋之下时，路飞及时挡住明哥一脚，罗在下面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只再熟悉不过的拖鞋。此刻凶猛的霸王色开始对撞，气魄炸裂，两人却巍然不动，呈现了经典名场面之一。而后路飞开启4档，这里有个穿帮操作，路飞之前甩掉了拖鞋，但这一段拖鞋一会儿在脚上，一会儿不在脚上，就很迷，就当是邪灵执意要和主人共战强敌吧。接下来往明哥脸上踹的时候，路飞不忘给拖鞋附上了武装色硬化，颇有无上大黑拖的潜力。明哥即便硬化防御也抵挡不住，连明哥吐出来的血都是强大的强字，也感叹这拖鞋是真牛逼。拖鞋在明哥面前显神威后，又在大将藤虎面前展示勇气，面对藤虎的重力刀丝毫没有畏惧，直面锋刃。在卡二的土龙即将突到路飞脸上时，拖鞋配合路飞双脚倔强的咬合力，死死钳住卡二的土龙。路飞趁着卡二懵逼，赶紧灵活脱身。此时路飞的拖鞋已经血战过 CP9， 直面过3大将，怒踹过七武海，硬怼藤虎戏耍卡二。在路飞成为海贼王的路上，他当然还要有一场关键之战，战胜四皇。路飞在拖鞋上附上刚学会的霸王色缠绕，怒踹凯老师的八斋戒，实现与四皇隔空打。这双拖鞋完成了和四皇的正面交锋，而后更是一脚踹脸，打得凯老师都醒酒了，一脚又踹肚皮，凯多又是一口老血。这是一双给过四皇重击的拖鞋。路飞当上海贼王之后，路飞会被人记住，拥他成王的伙伴们会被人记住，那顶代表意志传承的草帽会被人记住，被铭记的应该还有路飞脚下这双拖鞋，毕竟和那顶草帽一样，这是一双和海贼王出生入死的拖鞋。海贼王空岛特产15种空岛贝。在海贼王中有很多奇特的东西，比如电话虫、生命卡、红树泡泡等等。而贝能源作为与空岛人生活战斗息息相关的工具，曾经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玩意儿。后来被乌索普用橡皮筋跟空岛人换过来一堆，用于各种发明改造。第一，风贝最常见的一种，在生活中它可以储存风并释放出来，作为交通工具的动力来源，比如用在威霸和船上，还有神兵和山地亚战士脚下的滑行鞋或者滑板。鞋上一般装有4个小风贝，滑板上一般装有2个稍大一点的。风贝有大号有小号，动力也各有差别。科尼斯借给山治他们的乌鸦号装有双风贝，在战斗中瓦帕的燃烧炮里也装有风贝，
可以储存释放瓦斯，加以喷射蓝白色火焰，燃烧引爆后具有较强的破坏力。第二，冲击背，吸收冲击后将其释放，空岛战士们常用的作战武器，一般附着在手掌上，身体素质超强的人挨一下也不会多舒服，不过同样有反噬力，吸收的力量越强，后坐力越大。第三，排击背是冲击背的高阶版，威力是冲击背的10倍，濒临灭绝，极其稀有。瓦帕那里有一个，只需要一下就击败了4神官之一的修罗，后击倒艾尼路，只不过艾尼路用电把自己的心脏又激活了，后来又将巨大藤蔓击倒，但排击背的后坐力也足以要人命，只能说瓦帕也有缩血挂，但用了3次排击背后也不能避免右臂重伤。第四，喷风背是风背的高阶版，释放的风力比普通的风背更强，是已经灭绝的贝类，属于稀有品种。不过草帽团在沉船中打捞的古老威霸中装着喷风背，动力非常足，一般不需要开足马力，开到极速后可以带着套着大金球的路飞冲向方舟。在战斗中，喷风背可以让出拳的速度和力量大幅增加，缺点是会弄破衣服，比如神官涅槃。艾尼路把早年从毕卡带来的200枚喷风背装在方舟上，可以让飞船在故障状态中也可以稳稳漂浮在半空，动力非常可观。第五，音背用于录音和播放，主要用于音乐的录制。第一次玩的路飞和乌索普对此极为好奇，玩得很开心。第六，灯背储存亮光，用作类似台灯的照明设备。第一次见的乔巴表示这个好有趣啊。第七，水背一般用于消防工具，老沙应该挺恶心这玩意儿的。第八，影像背可以拍照传送，可以录制播放影像。草帽团当时被门口老太太告知，不交入境费也可以进去，但老太太没告诉其后果，并拍照记录，结果被定为非法入境。后空岛警察根据照片在天使岛对草帽一伙进行抓捕。第九，热背在生活中一般用作烹饪工具，神官修罗的灼热枪上装了热背，穿刺过的物体会受到高温灼伤，甚至将其引燃，可以增加破坏力。第十，盐背可以储存火，在生活中运用广泛，生火做饭等等。神官修罗的坐骑口中就装备了盐背，嘴里能够喷火。第11，云背，云背的作用就比较广泛了，装在脚下可以喷出云，灵活腾空，类似六式乐步，也可以制造云道，在上面快速移动。另外还分为球云，比如艾尼路和神官阿雾手中有这个。第二种是爪云，神官涅槃用它释放类似沼泽的云。第三种是绳云，神官修罗用它释放出细到肉眼察觉不到的绳云，无声无息中将人禁锢，类似民歌的寄生线。第四种是铁云，神官欧姆用它释放出轻如云硬如铁的铁刺云，这些宛如荆棘的铁刺可以形成一个低配的鸟笼，欧姆的剑柄上也装有这种云背，形成那种能任意变形但非常坚硬的剑刃。不过云背也是所有空岛背中唯一一个带下青海就无法使用的空背。第12，胃背，正常来说这东西是储存香气的，做成香包什么的，但在战斗中更多的是储存屁，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第13，闪光背，作用类似闪光弹，山迪亚战士布拉哈姆的双枪中安装了这种背，开枪时可以干扰敌人视野。当时布拉哈姆利用风背、云背、闪光背空战套装对付索隆，让索隆很是烦恼，但索隆首次用出为天空战而生的烦恼缝系列技能将其打败。第14，斩击背也属于非常稀有的种类，只有神兵们用过的背类，原产地并不属于这座空岛，是从其他空岛引进。斩击威力可以破掉盾牌并秒杀对手。神兵队长耶魔有一条装有10枚斩击背的腰带，但在罗宾面前自食其果，自己把自己给秒了。第15，激光背，山迪亚战士螳螂手中的一把类似激光剑的武器，可以将直径10几米的树拦腰斩断，威力不小。后来乌索普从空岛上带下来一些常用类型的背，帮好闺蜜娜美改良了天后棒，给自己改造了可以将弹药进行各种强化的巨型弹弓兜。但随着霸气体系的完善，大家战斗技巧的不断升级，空岛背也就逐渐成为了历史。新世界烂大街的火系能力，曾经出现的和火有关系，或者说有火焰技能的人并不算多，而在新世界熟练运用火焰这项能力的人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到了和之国，除了萨博没来，绝大多数会玩火的都聚集在一起了，给人一种火系能力是不是烂大街的感觉。山治2年后双脚都会生成火焰，简称双会火腿，而且越烧越旺。现在山治有了恶魔风脚的升级版魔神风脚，火焰早已是山治的一项常规属性了。另外火花红文斯莫克一致可以打出火焰攻击，它本身也是火属性。会虎火流的警卫门不仅可以在刀上生火，还可以展开火焰，据他说没有他劈不开的火焰。索隆也学会了虎火流烈焰斩。凯撒一是可以引燃瓦斯产生爆炸般的火焰攻击，二是有一把青岩剑，就是将抽出来的氧气集中在他的剑柄上，释放出的火焰将氧气燃烧，衍生出一把具有蓝色火焰的火焰刀。路飞致敬哥哥艾斯，2年修炼期间开发出了一招火拳冲，整个手臂都会产生火焰，在时间线上首次使用是在特别篇 3D2Y 中，攻击力不俗。然后是夜火手枪，是3档状态下的火拳冲，这个火更猛烈，威力也更大，这一招也把凯多给击倒过一次。
大妈有普罗米修斯、烈焰喷射和天上之火，这2个技能完全就是大妈版的火拳和火柱。凯多的热吸可以吐出长达数公里的火焰，瞬间将一座山头焚毁殆尽。炎灾尽的火属性，尽是近乎灭绝的露娜利亚一族。这个种族除了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身上还自带火焰，单看尽把火用的炉火纯青，不光自带，还是玩得很溜的那一种。大妈家族里的欧文和巴斯卡尔迪，一个热果实，一个能操纵火焰，这俩也跟火有关系。这些人明牌自己有火焰属性也就算了，最搞的是还有一个死也要凑热闹的，那就是看侍郎，他居然画出一个火焰怪物在纵火，这是嫌会玩火的人还不够扎堆吗？再加上基德手下干部希特会吐火，乌索普有火鸟星，弗兰奇有弗兰奇火球，马尔科有再生岩。也正是因为以上大多数人现在全部聚集在鬼岛，之前那真是上面2个会放火的4皇在放火，5皇用火拳打对他放火的4皇，2个会虎火流的剑豪轮流砍4皇的火，下面2个会飞的火腿在对踢，马尔科用青岩压制全场的冰鬼病毒，死不透的看侍郎不会火系能力也非要插一脚，给人一种感觉火焰能力就这么烂大街吗？尤其是和之国直接井喷式出现，所以才有了我吃这烧果实有何用的梗。火焰能力确实已经不独特了，但烂大街还不至于，它依旧是一项高端且强悍的能力。现在能熟练掌控火的人，依旧也是那些实力很强的大佬们。而大妈凯多有火系技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怕火，大妈也怕普罗米修斯给自己来一下。凯多的热吸之前被雷藏的卷轴给卷回去过一次，凯多自己都扛不住自己的技能，被烫得嗷嗷叫。而这时候烧果实的独特性就显现出来了，本身就是火，自然也不怕火，甚至可以把这些人的火为己所用。而且把一堆草点着和直接造出来个炎帝，虽然都是玩火，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烧果实在火系能力中还是有着统治力的，而烧果实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颗果实，一种能力。萨博义无反顾地吃下烧果实，路飞开发火拳技能，也就是所说的烧果实3兄弟通用。它的意义不管对路飞、萨博而言，还是对海米而言，都是寄托着情感的。一生火拳49亿，所以不管火系能力有多么泛滥，烧果实却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存在。路飞、基德、莽夫的魅力，和之国最莽2人组，路飞、基德。罗呢是早有先见之明，说这俩傻子一定会正面莽进去。之前传次郎他们把鬼岛门口的鸟居要塞视为第一场硬仗，结果路飞二话不说先莽为敬，率领草帽一伙轻松拔掉要塞，能动手就别逼逼。不仅震惊赤鞘武士，而且路飞还在这里开了个临时宴会。当然大家早已习惯了路飞这种莽夫行为，完全不觉得有问题。然后基德就坐不住了，称要把凯多的脑袋做成自己船的船头，所以登上鬼岛后，基德又先莽为敬，直冲城堡会场。路飞声称基德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警卫们的计划，要去拦基德。索隆怕这俩人闹事儿，又提出要去把这两人带回来，把还没有完全适应的慎平给整懵了。其他伙伴倒是早已明明白白，莽夫劝架，路痴找人，就他妈离谱。进入会场之后，基德还没闹事儿，声称要拦基德的路飞又先莽为敬，直接3挡相枪干废了一片凯多的手下，同时引起了百兽氛围组组长奎因的注意。但路飞也莽得事出有因，因为这些人在鬼岛上奢侈糜烂，把红豆汤视为上不了台面的垃圾，还以颇给食不果腹的和之国百姓看他们感恩戴德的样子为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想到小玉过生日都吃不上一口红豆汤，路飞就来气。闯祸之后，索隆闻讯赶来，准确的说是闻讯砍来，因为索隆是根据声音径直的把眼前的建筑物直接砍了，径直赶来的。路飞只是跟索隆说了句这帮家伙浪费红豆汤，索隆不假思索说那没办法了，只能通通砍了。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两人的雷点和默契真是无比迷惑。这会儿轮到基德吐槽了，这俩家伙神经病啊，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基德理智不过3秒，很快基德看到了阿普，在路飞索隆接连吃瘪后，基德先莽为敬，也不怕暴露了，直接给阿普来了个炸裂的鸡式盖饭。基德也是莽的事出有因，因为阿普是基拉变成爆笑者的罪魁祸首，基德对阿普恨之入骨，肯定忍不了，没有犹豫，直接为好兄弟报仇。这下好了，几个人全部暴露，会场直接炸锅。经过一波混战后，路飞、基德等5人来到屋顶，接替被凯多打败的赤鞘武士，对抗双4皇。原本谨慎周全有计划的罗，在路飞、基德2个莽夫的感染下，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了。面对大妈的攻击，路飞说谁先躲谁就是垃圾。基德和罗嘴上吐槽路飞有毛病，结果攻击近在咫尺了，3个人的身体却很诚实，谁也不想当垃圾，就硬卷出来一幅世界名画。之后大妈坠落鬼岛，被普罗米修斯接住，基德拖着一堆破烂和基拉下去找大妈了，罗带着重伤的索隆也下去了。路飞当时已经决定了要一个人莽凯多。到了城堡内部，基拉留下来对付霍金斯，基德一个人去莽大妈。在娜美乌索普快要命丧大妈之手时，基德及时出现，给大妈来了个摸头杀。然而罗已经变成了不莽一下不舒服的状态，把索隆交给山治去包扎，自己上前线和基德去刚大妈了。就是一个医生把一个战斗员病号交给了一个厨子去医治，
自己去当战斗员的故事。目前就是基德和罗用上了果实能力觉醒对抗大妈，把大妈给气到了，大妈消耗寿命，从而变成了巨大化的形态。路飞目前被凯多前前后后打晕了3次，在大河开了把父子局后，现在路飞继续战凯多。所以这些人虽然莽，但莽出了个虎虎生风，莽出了个有情有义，莽出了个顽强意志，也即将莽出一个新时代。海贼王中的那些灵魂画手，娜美作为航海士，经常绘制海图是她的专业技能，有这个功底，娜美当然也会画画。娜美的代表作《狮身人面兽》，当时胆小组在恐怖3维帆船的时候，娜美看到了一只人脸狮子，娜美顿时被吓出了魂儿，然后娜美将她看到的狮子画了出来。虽然那只狮子很猥琐，但娜美画的，用罗宾的审美来说，就是画的非常卡哇伊。娜美的画风就感觉在像和不像之间反复横跳。要说不像，娜美还很严谨，下巴、鼻子、缝补的痕迹也都挺细节的。但要说像，又感觉娜美画的不能说毫不相干，但也天差地别。加洛特的偶像派画风，代表作人人都是卡文迪许。当时乔巴、加洛特为了寻找伙伴们，加洛特画了山治、路飞、娜美、布鲁克、佩德罗5个的画像。后来佩德罗吐槽，这是 P 过头了吧？确实，不得不说，乍一看这是画了5个卡文迪许嘛。但仔细一看，这画风似曾相识，怎么这么像山治用整形踢出来的那种画风？很帅，但帅的有些油腻。尽管如此，相比于那几张悬赏令，这也是山治最漂亮的一张肖像了。罗宾的写实但稳中带皮的画风，作为考古学家，有一些绘画或者素描的功底也是应该的。但罗宾内心很皮，比如罗宾个人画展上那幅名叫卡哇伊的画，有人说这张画非常像山治的悬赏令，怪不得这么眼熟，真的就是同一个画风。罗宾和火焰拍照侠的美术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也有理有据。路飞的抽象派画风，代表作有草帽海贼旗的草稿和鲸鱼拉布头上的草帽团标志，以及娜美变成人鱼的简笔画，还有在和福克西比赛胜利后，路飞要走了福克西的海贼旗，并给他们安排上了自己亲手画的。路飞的画技依旧稳定发挥，让人过目难忘。上面的几个字符是狐狸的意思，代表银狐福克西。路飞的画技做到了杀人诛心的效果。在到达海上车站的时候，可可罗婆婆给了路飞他们一份岛屿地图，结果后来娜美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极其草率的蜡笔画。乔巴捡起来还说，哇，这跟路飞的水平一样。正好当时路飞迫切的需要一个船大工，于是他也画了一幅蜡笔画，理想中船工的样子，而且这个船工身高有5米。但不得不说，有某些地方和之后的弗兰奇好像还有些神似。对了，路飞最初画的那个人鱼娜美，后来在以及王妃的回忆里真的出现了。乌索普的涂鸦画风，代表作有乌索普自娱自乐旗和草帽海贼团的正式团旗。从小就在别人家墙上涂鸦乱画，造就了乌索普的美术才艺。不仅如此，乌索普在雕刻艺术上也有天赋，有人画画堪称直击人的灵魂，有人画画堪比操纵灵魂。老沙手下的小萝莉黄金周，她本身就是个小画家，手里经常拿着画笔和调色盘，能力是用颜料和符号影响别人的情感和意识。但根据尾田的说法，黄金周并非果实能力者，而是通过神奇的色彩精神暗示对生物产生影响，属于一种神奇的催眠术。黑炭家的看十郎，首先他是比比果实能力者，他画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实体。看十郎作为内奸，一开始刻意隐藏了精湛的绘画技能，所以之前的代表作都是龙之柱、画中雀、虎三郎、猫走卫门这种像龙像鸟像虎像猫但又都四不像的奇怪生物。帮乌索普画的表情包算是帮助乌索普完成了绝杀。在和之国，看十郎露出真面目，其精湛的绘画和之前简直天壤之别，不仅是能画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自己和光月玉田来吭哧笑武士，在1030画中，死不透的看十郎又诈尸，挣扎的看十郎画出了一个火焰妖怪，妖怪所到之处都会燃烧殆尽，只不过是黑炭家族垂死挣扎的一种报复而已。目前来看，看十郎的画不仅不烂，反而每一次都意想不到，有一定的抗水性，还不会像明哥那种自己跪了鸟笼就会消失的绑定关系。看十郎又跪了，但他画出来的妖怪不会因为能力者目前的状态而受到制约，会有自己的意识，真的是给画倾注了一个灵魂一样。以上这些灵魂画手虽然都会画画，但画风各有不同。海贼王中有多少种画风，也代表尾田会多少种画风，所以海贼王最牛批的灵魂画手还得是尾田。海贼王中不能游泳的鱼，擅长的技能是游泳，缺点是不能徒手下水，这一点在海贼世界里太常见了。巴基小时候擅长2样东西，擅长观察和游泳，在罗杰团担任瞭望手。巴基擅长游泳也是红发亲口说的，但巴基痛恨红发的原因也就在这儿了。巴基自己本来想私藏战利品然后发财，但做贼心虚，被红发吓得不仅吞了恶魔果实，还丢了藏宝图。罗杰团盛产游泳健将，也多亏了卡普满世界的追，开船追、跑步追、游泳追肯定都有，所以卡普练就了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吃甜甜圈的特长，罗杰一帮人练就了窜进水里就能游个马拉松的游泳特长，互相成就彼此。
巴基的游泳技能在吃了4分5裂果实后被终结，但4分5裂果实给巴基带来的其实是更大神级别的东西。巴基这个只能说是福祸相依吧。旱灾杰克，他是个吃了象果实猛犸象形态的鱼人。原本杰克作为鱼人，游泳是他最擅长的，而且鱼人的水性远超其他种族。但毕竟吃了果实，杰克在被象主一鼻子甩到海底的时候，只能乖乖躺在海底了。不过杰克也并不会被淹死，安安稳稳的躺在水里面，等待小弟凯多带人来救援就行了，最多是全身瘫软无力。不仅是鱼人不会游泳，杰克还是个旱灾，所踏之处会干涸腐朽，简直是跟自己的鱼人身份两极反转。凌空六子之一的佩吉万，他是龙果实古代种棘背龙形态，他真是太冤了。如果按照棘龙的设定，他本应该是个半水生恐龙，而且水性还很好，甚至对以鱼类为食物的棘龙来说，水里才是它的主场。关键是佩吉万还有着棘龙擅长游泳的扁平的鳍状尾巴，但很可惜杰克是鱼人都不行，佩吉万应该也不能突破设定，而且在和之国已经沦为了龙套，被山治一顿飞踹，被路飞打到下巴脱臼，被大妈一拳 KO。 鱼人岛的范德戴肯把果实能力者，一只害怕水的鱼，自称是受到了把诅咒的能力者，因为他这个情况跟杰克差不多，身为鱼人却不能自在的在海里活动和游泳，所以就会看到一个鱼人还要涂上镀层才能在海里自由生存。塞纽尔皮克，他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最接近于卡了 bug 的果实能力者，他的果实不仅叫水果实，而且塞纽尔本人确实可以游泳，只不过是在陆地上，可以把陆地什么的变得像水一样，包括地表、墙上，甚至地下潜水，可以说是陆地上无死角，而且游得还贼快，但真要下了水还是得完蛋。其他的还包括凯多的那种鱼果实，泡在水里可能不会死，但也不能动，不会游泳的鱼果实能力者，可能很多人吃恶魔果实前都是游泳健将。还有像青雉、金狮子、布鲁克等能力者，都可以用一些办法在海面上行动，不过目前还没人能真正意义上突破只要吃了果实困在海里就会直接瘫软的设定。肚兜男孩索隆的经典装扮，3颗耳坠3把刀的3刀流索隆，身上的白色短袖、绿色裤子、靴子，绑在手臂上的头巾，这是前中期的标准穿搭。最重要的是，小冯根据索隆一直穿戴的腰封，给索隆起了个小肚兜的外号。虽然路飞这几个男生早期在主线剧情中不经常换衣服，但索隆却是这几个男生中最早换衣服的。早在阿龙乐园，索隆就换了一件蓝色带有波浪条纹、卷花纹的蓝色短袖开衫。冰火岛那一次并不是索隆第一次抢衣服，这件也是索隆就地抢的。到了寒冷的慈孤岛，索隆在穿衣上又开始骚操作了，要么是裹了条毯子，要么是光膀子开始冬训。本来是穿了件长款羽绒服，后来因为冬训就给卡鲁亚披上了，然后在慈孤岛打败了一个士兵，又是抢了一件棉衣。阿拉巴斯坦期间穿回了标准版后，又套上了头巾和长衫的搭配。老沙被打败后又换上了一件比较随意的长衫，在空岛换了件蓝色背心，另外还穿戴了风镜和背包。在海上列车上，索隆换了一件黄色带拉链的短袖，这就是 SS 战斗员索隆。司法岛打完架后，在水之都一是帮人家带娃，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羞背心，以及穿了一件带有卡雷拉公司标志的文化衫。草帽一伙基本都是人手一件。但是话说，索隆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标配穿搭，到了恐怖3维帆船又穿回来了。而且索隆2年前很少换过裤子和鞋，最多是换一件上衣，但一些原创剧集中有换过。到了暗岛，先是被佩罗娜给裹成了自己的熊，后面在城堡里找了一件墨绿色开衫，穿的谁的？只能是穿的鹰眼的，总不能是狒狒的。2年后，索隆顶着全团第1的名次到达了签到地点，索隆依旧是长裤配靴子，外面穿了件相当帅气的长衣，绑了一条飘带，但肚兜和头巾的地位依旧稳定。这套衣服一直从香波地穿到了德雷斯罗萨开篇，当然冰火岛中途抢了件棉衣，和冰火岛最后穿了件绿色外套，都是套在了这身衣服的外面。到了德岛，西装暴徒黑武士索隆登场，头巾一绑，霸气一开，小诗一念，完虐皮卡，相当帅了。德岛最后，索隆把外面的黑西服脱掉了，只穿白衬衫，在左屋的时候又换回了自己的长裤靴子，上身穿了件蓝色短袖，之后就是经历了长达2年的掉线，直到在和之国以一个迷路的酒壶浪人的形象出现，身着内白外绿的和服。没多久，索隆被抓进了一个武士的宅院，一身白袍的索隆看似心如古井，实则杀心已起。然后就是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后面索隆换了一身和之前一样的同款长衣，只是这一套是黑色的。登上鬼岛的时候，警卫们帮助大家进行短暂的乔装打扮。在鬼岛和双黄鏖战一波后，重伤的索隆被山治用绷带裹上了。继明刀鼻兰之后，明刀绿藻十字刃闪亮登场。
直到目前，索隆已经摆脱了绷带，和山治联手对付双灾。在草帽团的时装秀上，大伙让索隆换身衣服来玩，还被强制换了系带靴子、工装裤和夹克。没办法，索隆被迫营业，参加了时装秀。在《首长岛冒险》这部特别片的最后，索隆站在高处，看着远处离开的船，就怕索隆来一句：“这艘船的确是有点眼熟啊。”在剧场版《强者世界》里，索隆穿着一件衬衫，潇洒的只扣了一个扣子，并潇洒的接住了落下来的哑铃。后面换了件深 V 字领短袖，点睛之笔的是他这个印花的骚气头巾。然后就是团队版西装暴徒，索隆的西服里面是马甲和衬衫，穿着这身衣服用出了鬼气9刀流阿修罗穿威。剧场版 Z 里，一副墨镜、格子衬衫、蓝色裤子，再来一口酒，成了剪辑名场面。几个人洗完澡后都换了衣服，索隆换了一身特别文艺的西装，戴了一副黑色镜框，前所未有的画风。最后换了一身大红战袍，绑上头巾就开始秀了，轻松击败艾恩。索隆的这款长衣已经出现了3种颜色了，红、绿、黑。黄金城索隆开场一顶还算挺帅的帽子，一件迷彩短裤，以一个潇洒的半裸男形象登场。后面换了件白色礼服，里面是最后统一的夜行衣。由于索隆大半段时间都在当手办，所以开篇就只给他塞进去了夜行衣，好让他最后能和大伙的装扮合理统一。原来穿衣服也讲究一个伏笔，狂热行动开头索隆穿了件绿色古风的衣服，但说是古风，这袖子越看越迷惑，再混搭上人字拖相当可以。后面换了一件连体工装裤，多出来的口袋原来是用来装酒的。和藤壶比划的时候，索隆是把上半身给扒拉下来系腰上了，这种穿法倒也是索隆的习惯。到最后彩蛋的时候，惊喜发现索隆居然穿了跟2年前差不多的经典款式，就是衣领上没有扣子。但不管怎么说，乍一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亲切。